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苏媛，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我不去。为什么呀？哎呀，只要我见到温教授本人，跟他说明了情况，他团队的人肯定能找出问题的，还轮不到我一个退学的医学生自不量力。你比他们都有资格，而且你也更有能力。投入产出比太低了，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多跑几个场子呢。张和呢，应该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挂到专家特许。对呀，真的，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还好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追回来的？又提这个事情。哎，你的男朋友在帮着你找别的男人，你就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吗？那你说吧，要怎么样才开心？你说呢？嗯？好一点了。还疼吗？不疼了。这个以后自己小心点。嗯。先把这个号挂上。这儿。苏维埃，患者苏维埃在不在？在。谢谢。杨老师，苏维安找到温教授诊室来了。请进。温教授你好，我叫苏维安，我姑姑参加过您的 HDQ39药物试验。爸，你记得当年我的论文被诬陷、撤署名的事儿吗？那个同学他叫苏维安，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前一阵子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姑姑参加 HDQ39临床试验。那是很严肃的事情，入组都是随机的，不能干预。我就是这么如实跟他说的，可是不知道他抽什么风，非要在外面造谣 HDQ39有副作用。我看他就是想要报复我。如果你不是来看病的，那么请不要耽误其他患者的就诊时间，请吧。参加药物试验的被试中有3名出现过动脉瘤破裂，这个事您知道吗？苏维安，你胆子也太大了，敢冒充患者。其中1位患者因为动脉瘤2次破裂已经身亡了，这么严重的不良事件您不管吗？带走。我也是学医的，根据药物试验规定，你们必须立即上报伦理委员会。赶紧带走。温教授。小杨啊，这什么情况？参加实验的患者有死亡啊！老师，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名被试者他早就自愿退出实验了，停药以后动脉瘤破裂，家属要求一些赔偿，这我肯定不能答应啊。他为什么退出？根据赫尔辛基宣言的宗旨，临床实验的被试者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实验的，而且不需要任何理由。患者没有多说，我们也没有多问。临床实验一定要严谨，他刚才提到的那几名患者，一定要把情况搞清楚，不能出任何问题。好，我这就去啊。拿。怎么了？没有见到温教授？我进去还没说2句话呢，就被杨文斌赶出来了。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你赶出来了。我不确定温教授到底知不知情，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杨文斌一定在刻意隐瞒。我来想办法。
的男朋友准备什么时候下班啊？那就要取决我的女朋友愿不愿意帮我搭把手了。想得美。你笑什么？等着你夸我呢。我夸你？我都快在实验室猝死了，我还夸你？我都说了，医学耽误我赚钱。苏维安，你真的就准备这么放弃自己的梦想了吗？其实，治病救人，不一定非得拿手术刀。医学早就成了我们的信仰，也是本能。医学早就跟我没关系了，现在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那你帮我跑趟检验科吧，帮我把这个样本交给那儿的王丽娟，王老师，她知道该怎么处理。人家早都下班了，好不好？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睡觉不下班？别人我还真不知道，王丽娟王老师这个点儿肯定还在。你好，请问王丽娟王教授在吗？在，不过他不在科室，他在自己的秘密基地。什么秘密基地啊？就是他自己的实验室。啊，就在那边，向右转。谢谢您啊。王教授，你找我吗？来，帮我个忙。你也喜欢试验？王教授，这是斑马鱼吧？我可不是什么教授。作为全院学历最低的大专生，我这辈子就没指望能评上什么教授啊！你就叫我王医生吧。斑马鱼和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87%，它们的生命周期足够短，1天就能完成从胚胎到成年。这些宝贝最快在48小时之内就能帮我找到和筛选出救命良药、病菌杀手。48小时？是啊，2天。虽然过程中这些样本很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变量，以及这些小鱼们做出更多的牺牲，但更多的时候，那些危重的疑难杂症患者只能给我这么多时间。就算不眠不休，我也要和这些鱼兵鱼将打赢这场硬仗。你看我一说起这些小鱼们，就没完没了的长篇大论。耽误你时间了啊！不会不会，王老师，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很幸福吧？那当然，唯有热爱，可以不畏世间无常。哎，你是哪个科室的？怎么称呼你啊？我叫苏维安，我帮顾云峥顾医生给您送样本。啊，省外的。那苏医生，剩下的就交给我。我不是什么苏医生。小王医生，嘿，果然还在啊。吴院士，心内大神吴院士，您还上过杂志吧？吴院士，都这么晚了，你还亲自送样本过来？您看，
您都是大明星了，走到哪儿都有您的粉丝。在我们华人实验室啊，小王医生才是大明星，我们都是你的粉丝。我呢，刚刚看了几个学生的手术，知道这个点儿你肯定没下班，就来送个样本。我可不敢当啊。主要呢还是有几个棘手的问题，想跟你这个微生物学神探当面讨教。看你客气的，有什么事儿您说。这个，那我就先回去了。等结果出来，我给顾医生打电话。谢谢王老师。吴院士，再见。好。吴院士，您说。王老师，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很幸福吧？那当然，唯有热爱，可以不畏世间无常。怎么了？魂儿掉了？太不可思议了！在华人这样一个人均博士的地方，居然深藏着一个大专生。你知道我刚刚在王医生那儿碰见谁了吗？是心内科的专家，还是肝胆胰的权威啊？是吴院士，心内科的泰斗吴院士。你在他那儿看见谁都不奇怪。那个活在杂志上的大医生，居然亲自来送样本，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堂堂院士居然恭恭敬敬向大专生请教。你说这个王医生，他是个什么传奇人物啊？他呀，20年如一日，坚持自己梦想的微生物神探。王医生他自己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没有哪个病人知道病理报告分析中出现的王丽娟医生这个名字究竟是谁。他虽然居于幕后，但他却是我们每一个华人医生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实验室的研究员，或者是教授。那又怎么样呢？他仍然是我们的镇院之宝。王医生他自己从来都不在乎这些，医学早就成为了他的信仰。所以苏同学，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一定都是手拿手术刀的。苏维安同学，有没有兴趣成为华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柳叶刀医座的本科生啊？你故意让我去的，顾医生，还不死心呢，还打着小苏医生的主意呢。我可没这么说。
所以苏同学，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一定都是手拿手术刀的。 你拿我箱子干嘛？断舍离。哎，你这箱子放在桌子底下挺久的了，看看都是灰，不用了，我给扔了啊。扔不用了，这是我的箱子。哎，你要放在桌子底下接灰，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扔。你要敢扔我箱子，我就离家出走。嘿，哎。 你说你有办法见到温玉良教授，我怎么不信呢？神经病学年会即将于下周举行 ，HD 个39，3期临床试验成果分享。到时候当着全国专家的面，温玉良教授不可能回避，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一个本科生，怎么混进去神内的顶级专题讲座？谁说你要混进去了？我带你进去。你一个外科医生，凭什么进人家神内的专题讲座啊？因为你男朋友是无所不能的顾云峥啊。我和以前霍普金斯的同事。 合作了一个关于亨廷顿舞蹈症的课题，课题申报的项目书刚刚提交国自然基金，中外合作项目，所以我也获得了参会资格。你跟老外合起伙来骗国自然基金呢？这基金申报就没有尽调之类的吗？这怎么能叫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当然有问题啦！ 你研究胶质瘤都已经9年多了，不管是高分论文也好，专题讲座也好，都是有关胶质瘤的。还有你那个国自然课题，都已经快出成果了，一直都被视为胶质瘤领域里面最有前途的研究之一，怎么可能有精力去研究2个课题？更何况是从零开始研究亨廷顿舞蹈症，怎么可能会有人信你的鬼话？真是对我了如指掌啊，苏瑞安。 你这么关注我，我很开心。我就随便了解了解。重点是，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以为重点是可以直接和温教授对话了。说我一个文人，我讲什么武德？再说了，我为了获得年会的资格，辛辛苦苦写了这么久的课题申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难道不该被奖励吗？原来你最近起早贪黑，就是为了这个。我呀，现在算是发现了。 你就是吃软不吃硬，对你啊，就得用苦肉计。以前我总是只做不说，是因为怕你有负担。我现在就认为有负担才好。好什么？你有了负担，就不会不告而别了。这么记仇。 原来你是这样的，顾老师。没办法，我是真的怕了。我总觉得，你亏欠我越多，才越不舍得离开我。 都怪我，
以前不应该一直逃避。北安，我这颗心是一片一片拼回来的，你一定要好好呵护。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不告而别了。嗯。起码2封信吧。哎，苏伟安。你好，我们是参加全国神经病学学术大会的。好，你好，郑姐，谢谢。稍等一下，郭教授，房卡。谢谢啊。您入住的房间是406，是我们的 king size 海景大床房。好，谢谢。我的房间呢？您2位入住的都是406海景大床房。一间房吗？是的。麻烦帮我单开一间。实在抱歉，女士，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了。跟我没有关系啊。哎，你好，我是负责会务接待的 Leo， 入住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华人医院的顾云峥。我们俩现在需要再多开一间房。实在是抱歉，酒店今天客满了。顾教授，您的房间出什么问题了吗？这位是和我同行的苏维安女士，我在报名登记表上标注过性别，但是现在我们俩被安排在了一间房。啊，那我查一下啊。没错啊，这位苏女士之前没有在出席代表的名单上。作为您的随员，我们是按照您家眷的身份安排食宿的。难道她不是你的家属？也不算完全不是吧？那就是了。参加这次神内年会的人员很多，酒店的房间比较紧张，我们安排也比较困难，所以还请顾教授能多多理解一下啊。完全没有空房了吗？抱歉，真的没有了。你看，麻烦你再查一下呢。好。哎，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今天晚上还有空房吗？好的，谢谢啊。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还有空房吗？这么晚了，很难临时订到房的。谢谢您了。怎么说？今天晚上就先凑合一晚。我都行啊，看你了。谢谢啊。一张床，谁先抢到谁睡床。我别抢！喂，明明就是你少订了一间房啊！还说什么慢慢来？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小苏同学，你可不能诋毁我的人格啊！
小苏同学，这才叫套路，懂吗？怎么那么硬啊？腹部肿块，该去照 CT 了。别安，别闹了。顾医生也有害羞的时候吗？你再仔细摸一摸，究竟是腹肌还是腹部肿块啊？洗澡去了。洗澡？我是说睡前洗个澡，你别误会了。苏同学，到底是你误会还是我误会啊？你自己思想不健康，可不能赖我哦。你思想才不健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原来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啊。不是说了要慢慢来的吗？只是一个吻而已，已经够满了。哎，好，你先洗澡去吧，今晚早点休息。顾云峥，你个老狐狸！你叫我啊？没有。吵到你了？没有。你要弄多久啊？很快了，我根据最新的反馈意见修改一下课题申请书。那我能帮你做什么？有专家指出，样本量太大，在可行性上会有难度。交叉试验呢？会增加计算的难度。那有几种实验条件啊2种。2种，2种还好吧？0.3%乘以164除以4。不对，还要再除以2。那个是不是也得变啊？哪个？这个。对，要变。你自己做吧。你干嘛？我给你一个好的角度，
反正你睡不着的时候也要偷看我。谁偷看你？我才没有呢。那你还要弄多久啊？快了，再修改一下项目背景就好了。那个，一会儿你还是别睡沙发了，我觉得沙发不太舒服。睡床吧。先说好啊，这条线为准，不能越线。好，不越线。伟安，你知道吗？其实我也会害怕，从医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怕我创造不了奇迹，我怕你会离开我。去哪儿？我是不是记到你？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跟你睡。都说了不要提那天晚上。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友好医院药房，你压了我一整晚。北安，你有没有想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你压我一整晚，挤我一整晚，我也是喜欢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有一天真的会傻，会惨，我也愿意。其实我挤你，也许是浪漫，是欢喜，但日子久了，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站了一天手术台晕头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喜欢的还是普通又简单的生活。人的本能就是自私吧，趁还有理智的时候为别人多着想，自然是要为别人多着想。起床吧。亨廷顿舞蹈症药物实验，要凑够300份样本量，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呀！但是，在实际推进当中，我们反而没有在样本量上发过愁。参与的患者非常积极，也非常踊跃。因为亨廷顿舞蹈症目前
无药可救，而病人呢，只能不可扭转的一步一步走向失控，走向失智，最后死亡。任何一点点的改善，对于已定结局的悲惨人生来说，就是巨大的惊喜。而现在，临床实验已经进入了3期，新药很快就要上市，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希望。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姑姑，大家请看，舞蹈状四肢乱动的频率和幅度已经非常明显的下降了。维安，咱们不看了，咱们现在就走。走。感谢温教授的精彩分享，下面进行提问环节。维安，维安，那位女士，糟了。刚刚温教授着重介绍了新药物的疗效，那么请问，在试验的进程中，有没有发现任何不良事件？根据目前实验追踪的实时反馈来看，除了一些常见的消化道不良事件以外，还有一些眩晕、头晕等不适反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重大的不良事件。那3粒动脉瘤的破裂产生的不良事件也不严重吗？这种情况吗？这的确挺严重的。我说小姑娘，说话要有依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其中一位患者的家属吧？据我所知，你所提及的这位患者已经主动的要求退出了药物实验，所以根据规定，自动退出的发生一切情况都与药物实验无关。明明是产生了动脉瘤破裂的不良事件之后，才被安排退出药物试验的。你看，这就是自愿退出协议书。你也可以来确认一下，看看上面的签名是不是患者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亲笔签名。据我所知，你并非医学的从业人员，那你又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年会呢？还提出这种不专业的质问。没事，先坐下。温教授你好，我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顾云峥。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参加内科的年会，呵呵，很少见呐。我这次来参加学术大会是因为有交叉课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的领域上，神经内外科向来都是有紧密合作的。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参加药物试验期间突发动脉瘤破裂的患者，其中1例恰巧就是我收治的，另外2例2院收治。不幸的是，2院的一名患者在第2次突发动脉瘤破裂的当晚就不治身亡。我们有所有患者的详细病历，并且在第一时间同步到了温教授您的团队。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温教授您似乎至今都还不太清楚这其中的情况。温教授，您能给大家一个解释吗？
我认为，一种疾病的发生是由很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是我充分的相信我的团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对这3位患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后续我也会亲自跟进，然后做出最终结论。谢谢2位。那么好，今天我的讲座就分享完了，谢谢大家。感谢温教授，下面有请南洋医科大学唐国春教授进行分享，有请。苏维安，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干什么呀？你就这么恨我，非要在这么高级别场合破坏我父亲的演讲？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不仅有我父亲10几年的心血，还有云城所有的资金投入？我就不懂了，你也是舞蹈症基因阳性，我父亲的药如果能顺利上市，对你没有好处吗？还是你为了针对我，宁愿损人不利己呀？温冉，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和你有关的。我从来不针对任何人，但是科研必须保持严谨和不断怀疑。科研跟你有关系吗？你一个辍学的肄业生，你对舞蹈症到底了解多少？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父亲付出10多年的心血研究的成果？温医生，客观存在的不良事件，严重关乎着患者的生命质量。虽然目前全国只有3万个舞蹈症患者，但是再少再小的群体，都不该被忽视。可是你知道云城他为了这个，苏维安，我话还没说完呢。温教授，爸爸，哎，你们要干什么呀？非要让那些舞蹈症患者失去唯一的希望啊！我比任何人都更期待这个希望，前提是，这个真的是希望。看来2位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对吗？问吧。是这样的，温教授，不管那些自愿退出的协议书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签署的，我们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3位患者是在参加药物实验期间突发的动脉瘤破裂，并且药物试验有明确的规定，不管是不是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只要在药物试验期间出现的严重不良事件，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的。可你们要知道，新药能够缓解大部分患者30%到50%的症状，而且临床1期、临床2期也没有发现重大的不良事件，实验样本达到了规定的300例，动脉瘤破裂的概率甚至都没有超过1%，对吗？所以，你们提到的案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您的意思是，一定要等到再有一位患者发生动脉瘤破裂，等到这个可笑的概率超过1%，才能说明问题，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是什么学历？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一个顶尖的科研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而得到的科研成果？质疑可以，你得提出科学依据，对吗？如果科学研究都那么容易的话，那么亨廷顿舞蹈症怎么会成为世纪医学难题？温教授，我当然不敢质疑您团队的科研能力，我质疑的是你们的科研精神和药物伦理原则。如果我找到科学依据，你要怎么办？如果你找到，我立刻停止实验，并且公开道歉。一言为定。爸爸，一言为定。别拿，我得等你的解释。老师，我向你保证，我的所有行为都符合药物实验的伦理原则。他们都是自愿签署的协议书，整个过程都有律师在场，我没有丝毫的强迫和威胁。老师，
过世病人的遗体当时就已经火化了，根本就没法证明他的死因是因为试验药物引起的不良事件。回去之后，我会亲自开展动脉瘤和药物关联性排除性研究。陆明达，通知下去，尽快安排让所有参加实验的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喂，杜总啊。你之前说想让我去你的组里当研究助理，还算数吗？怎么了？温教授让我拿出动脉瘤跟 HD 个39的直接关系，我只有回到实验室才能证明给他们看。维安，你想好了，这不仅仅是应聘一个岗位，不只是随便在那儿待一阵子而已。因为实验室不是说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我知道，我也不单是因为温教授，我只是想到以前就算会为了被污染的培养皿而跳脚，就算会因为统计错数据而气得想砸电脑，但是只要看到自己辛苦写的文章，最后存成了 PDF， 而且标题中加上最终版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无法比拟。可是后来，维安，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不用担心，你什么都没有研究出来就发病了，因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糟糕了，所以你只要尝试过，就不会留遗憾。但是像亨廷顿舞蹈症这样这么难的课题，我每走一小步，耳边就会有个声音提醒我还有99999步没有走。你看到温教授那副不可一世的态度了吗？你难道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种人手中吗？你说的对，比起什么都做不出的绝望，我更害怕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决定了，我要应聘研究助理，回到实验室，证明给他们看。维安，这条路我们一起走下去，不管能走多久，一直走就好了。哎，你们看到这个招聘启事了吗？月薪1万起呢！顾教授总要招人了。哎，顾教授肯定有什么新的课题要研究。我跟你们说，顾教授在胶质瘤的研究水平，那可是国内在天花板级别的。要是能进他的实验组，那以后发论文指定不愁了。干嘛？想分享胜利果实啊？你可别做梦了，看清楚，那招的是研究助理，职级这么低，一看就是给实验室的专职打杂。月薪再高也没什么发展，依我看呢，还是临床才是硬道理。就是啊，研究助理
含金量低，工作时间又长，咱们这些恨不得在住院部打地铺的医生分身乏术，还是把这些机会让给刚毕业的学硕们吧。凭着顾教授的招牌和丰厚的月薪，不愁招不到人的。对，有道理啊。这可是硕博的教材，你看得懂吗？想临时抱佛脚啊？竞争实验室的研究助理的位置啊？思维啊，我好心的提醒你一下，认清现实吧。你一个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本科生，凭什么敢小小进华人医院啊？谢谢你提醒我，要更努力一点。书可以还我了吗？不好意思啊，这书我借了。顺便提醒你一下，这个研究助理的位置，我也报名了。你不是博士毕业了吗？不去领？这么做，只是为了跟我较劲啊？怎么会？你这是怕我了吧？怕我把你比下去，怕你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哎，我还没说完呢。苏维安，真没想到啊！你还是个学术妲己，抢了我的男朋友，还和顾老师不清不楚的。怎么，想靠顾老师进实验室啊？真有心机。云晨知道你的真面目吗？你无不无聊啊？这里是图书馆，这么着急给我泼脏水，是怕输给我以后没借口了？你觉得我会输给你吗？就算你的天赋高，但这几年落下的就是落下了，而我一直在前进。咱们走着瞧吧，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老师，这些书我都借了。好。这个人因为论文剽窃被咱们学校开除了。老师，你仔细核对一下他的证件啊，看他有没有资格进入我们华人图书馆。同学，你拿好。已经好了。同学，你的卡已经不能用了。去哪儿借这么专业的书籍啊？你怎么来啦？上车。北安，简历准备好了吗？我帮你递上去。我早就已经投递到公开招聘的邮箱了，还等你。实验室的大门必须靠我自己的努力打开。这么有信心？真不愧是我的女朋友。那当然了，既然已经做好决定了，我就要正大光明的回归实验室。其实，这么短的时间，想要系统的提升理论知识，是不太现实的。研究助理这个位置，其实更注重的是时间。北安，接下来的时间，你可能会很辛苦，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放心吧，我
甘之如饴。今儿怎么想起过来了？苏维安多久没来了？维安得有1个多星期了，他不是忙着备考吗？备考？你不知道啊？他想进那个华人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那地方要进去必须要考试啊，所以最近一直忙着备考嘛。哎，他那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你认识？顾云峥，你说，他直接把维安招进去不就完了，还考什么试啊？这都多此一举。老板，哎。师兄，你说要来的地儿就是这儿啊？来，帮我一下。1、2、3。新实验室啊？对，陈安实验室。维安，这个实验室送给你。送给我？为什么？我知道，其实，在你内心，那个小火苗一直没熄灭。你一直想回归医学，我愿意用我的能力来帮助你。这个实验室是杰辉刚刚投资完工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你想做的任何的项目都可以在这儿做，设备和人员我都给你配最顶级的。师兄，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很抱歉，我接受不了。以杰辉能力，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更优秀的负责人。这个人不应该是我。没关系，我可以资助你进行深造，或者我可以去聘请最顶尖的人才来辅助你，这都不是问题。是，我不是在跟你客气，我说认真的。这么艰巨的任务，我担待不起。我不理解。加入杰辉，你可以和最优秀的团队共事，即使你在杰辉，在管理岗位上做一个闲职，那成就感也比你做一个科研助理来的强啊。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助理，那也是我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了。我已经答应顾云峥去他的实验室帮他了，我们俩在一起了。维安，我为你付出这么多的心血，你难道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吗？师兄，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成我的师兄，从来都没有别的。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欢迎苏女士莅临指导。干嘛呀？又不是第一次来，这么神神秘秘的。还有这个，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特别款式啊，不可爱吗？可爱，就是有点粉。粉多好呀，女孩子不都喜欢粉色吗？来。新买的啊？对呀。那儿。
都是你买的吗？啊，这眼光比我们家兰姐还一言难尽呢。怎么，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嗯，没你可爱。说吧，葫芦里卖什么药呢？你应聘研究助理，任务重，时间紧，我可不能给你开后门。我能为你做的就是私人家教服务。你看，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资料，虽然不是说特别全，但是配合上我帮你整理的论文，应聘个研究助理，十拿九稳。准备这么充分，顾老师，你蓄谋已久。我是觉得你家离学校太远了，你这样每天来回跑，不影响复习进度吗？再说了，你回去那么晚，也会影响楠姐休息的，对不对？这儿多好呀，云蒸咖啡图书馆，专属空间，专人服务，24小时为您开放。给你点小费，帮我泡杯咖啡吧。你这个小费可买不起我的咖啡。这就对了嘛。伟安，你学习紧，我工作忙，一不小心，咱俩1个星期都见不上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从今天开始，我想每天都看到你。好吧，那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维安，你这是全搬过来了？对啊。过来。怎么了？东西太多了，还是你不乐意啊？我怎么会不乐意呢？不多不多，我以前就是觉得我家里太空了，正好都塞一塞。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医院离你家比较近，上班方便。以后呢，我就每个周末再回家。那，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怎么跟兰姐说的？我就说实验室太忙了，医院给安排宿舍。只是我没有说这个宿舍很豪华，而且还有24小时贴身服务的人。
反正也是个陪跑的，这么着急干什么呀？早有这股劲儿，也不会到现在还是个本科学历。他说谁呢？谁是本科学历？华人应聘不筛简历的吗？本科毕业也能参加面试？不会是因人设岗吧？这么倒霉？初试开始，点到名字进来。李玉芳，跟我来吧。各位考官老师们，大家好，我叫苏维安，毕业于华人医科大学，连续3年获得国家奖学金，连续6年专业成绩第一。既然中途退学，为什么又要到实验室当研究助理呢？因为我姑姑和她的2名病友参加了亨廷顿舞蹈症的药物试验，而且他们都发生了动脉瘤破裂。但是药物团队并不承认这是因为他们的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所以我想找出证据给他们看，避免剩下的被试也发生这样的危险事件。你就是那个在神经内科年会上提问的女学生啊？听说你当众让张河医院的温教授下不来台。我确实多问了几句，那是因为我认为温教授对不良事件的阐述语焉不详。而且，学术大会就是用来交流探讨的嘛。所以，就想拿我们科当个跳板，想为你的姑姑来讨回个公道啊？不是的，我是想证明给他们看，研究要有研究的样子。即使我内心希望出成果的愿望比他们强烈100倍，但是我绝对不会通过牺牲安全性以及真实性去完成这个事情。下次找别的医院的大教授的时候，记着带上你们找出来的直接的证据。我通过面试了。接下来啊，就看看你能不能过第2轮复试了啊！谢谢王老师。不是说了在家等吗？我面试的可是你的实验组，总要避嫌的。我又不怕，怕的人是你。我就是想第一时间来确认好消息。看样子，苏同学稳操胜券了。那可难说，临场反应应该没问题，但是你知道的，我的学历不占优势。没关系，那就先好好准备复试。初试只是初印象，复试才是最重要的，考验的是你们的实操能力。那复试的主考官也是王焕忠老师吗？你可要小心了。王焕忠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到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死亡凝视。死亡凝视？上车吧。你们知道下面要进行什么操作吗？神经细胞的传代培养。我的答案和苏维安一样。那你说一下神经胶质细胞传代的消化步骤。神经胶质细胞传代的消化步骤需要1:1，加入0.125胰酶和0.02 EDTA。盖满平底为宜。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pH 值保持在7.5，温度保持在37摄氏度。开始操作吧。
好，可以了。主任辛苦了。还有人要用吗？没有了。我考完了，我到医院门口的咖啡厅等你。几岁啦，还玩偷袭？咱俩正大光明谈恋爱，怎么被你说的跟偷情一样？那不是在医院吗？上一次出事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一次招聘是因人设岗，我怕别人说你假公济私。假公济私？行了，苏维安，我跟你说啊，不管咱们怎么做，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他们始终都是会说闲话的。倒是你啊，你倒是给我多一些假公济私的机会啊！我才不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算是真的见识到王焕忠老师死亡凝视了。不是，怎么会呢？是你操作失误了吗？怎么可能？实验结束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紫外线灯按了一下，他唰的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吓死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别人要用，他又说没有。维安啊，维安，我跟你说，王老师的死亡凝视，是希望你重视他的严格，不是让你去怕他。你放心吧，王老师那么做，是他认可你了。真的？那，庆祝你顺利通过复试。那怎么又是书单？通过复试了呀，可以看些闲书了，不开心吗？开心你个头！过了复试还要看书，你自己看去。在医学世界里，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被这门不完美的科学所吸引，是因为我们迷恋可以妙手回春的那一刻。我们抓住每分每秒，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让这个人过得更好。什么年代了，图书馆都电子化了，怎么还有这种手写借书卡？你个肄业生，果然满脑子废料。吓死我了！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我看你神神秘秘的，以为你在研究什么高深的理论，原来就是在做这种。我记录借书卡呢，犯法吗？不犯法，但是浪费时间。这怎么浪费时间了？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会被永远记录在图书馆里面。你来啦，我比什么都高兴，一高兴就年轻10岁。这个呀，比用什么护肤品都管用。喝茶。这是，阿姨，我真的太没有用了。又怎么啦？我本来想要应聘华人实验室的研究助理，以后在事业上也能多帮帮云城，我们共同语言多一点，他也能早一点回心转意嘛。
可谁知道，这个岗位分给了顾云峥，顾老师。苏维安就是顾云峥的女朋友。那我再怎么努力，也都没有用了。这不是作弊吗？华人这么大的医院，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呢？是啊，我当时出事的时候高手云集，不是8年制的博士，就是7年制的学硕。他一个本科生，怎么就能够通过复试的？这一定是顾云峥上下打通了关系。这个女孩真不简单，华人岂能容她为所欲为？行，我知道了，等你叔叔回来，我就告诉他，他一定会严肃处理的。嗯。还不睡呀？哦，这就是。听说云峥交女朋友了？你听谁说的？这个你别管。我还知道他的实验室现在正在招人呢，是不是？嗯，我们组里缺一个研究助理。哎，你怎么还关心这个呀？他的女朋友就在这个研究助理的候选名单里。说什么？谁？苏维安，就是备选人里面唯一的一个本科生。人家都说这个岗位是因人而设的，要不然一个本科生怎么能把博士生、硕士生都 PK 下去啊？你说，要不是因为这个，还能因为什么呀？太不像话了！是这个研究助理的学历要求不高，但我绝不允许他儿女情长和工作混为一谈。工作单位里这是大忌。哎，你可千万别跟云峥发脾气啊！你们俩关系本来就不好，你要再说他交女朋友的事儿，那他心里指不定怎么记恨你呢。那我也不能由着他为所欲为吧？那个小冉也在应聘这个职位呢，要不你把这个职位给他，不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冉见不见我不管，这个苏维安绝对不行。就是他吧？是他，照片上是他。太过分了！我们在这儿拼死拼活的学，结果他就是本科毕业，找了一个教授男朋友，直接解决工作上的问题，真是受。看你的书，看他那样，真是受够。嘘，小点声，别被他听见了。内定的早点跟我们说啊，害我们白跑一趟。哎呀，你小声点吧，别被他听见了。怕什么呀？他敢做，还怕被说啊？平时静悄悄的华人校友学，怎么突然这么热闹？看一下。糟了，小老板，怎么了？慌慌张张的。你看，大小微信群都在传，苏维安是学术妲己，和顾云峥权色交易。你看，这条更过分，苏维安抢论文署名不成，被迫退学；顾云峥冲冠一怒为红颜，公报私仇抢温冉名额。这都是谁在带节奏造谣啊？温冉，糟了！我去，这什么呀？这什么东西啊？行，那么多人呢？不是，你们学业的人智商不是都很高吗？怎么还有人信这种八卦传言啊？这一看就是温冉搞的鬼，他太不要脸了。也不意外了，这是他一贯作风。文安，你看，顾医生实名发帖了。
还发起了投票，是否支持公开家事。哇，大家喜欢看热闹，肯定支持家事的人多呀。维安，顾医生这招霸气胡切，帅。老师，为什么最后录取的是温冉？医院不会真的相信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吧？是您亲自主持的整个面试和笔试，整个过程都是公平公正的，不能因为一篇乱七八糟的帖子就取消掉苏维安的录取资格呀。林正啊，不是因为那篇帖子，在帖子出来之前，录取的结果就已经定下来了。那为什么不是苏维安？您不是跟我说他不管是笔试还是面试都是第一吗？不错，苏维安的面试还有复试成绩啊，的确是第一。但是，综合学历分数以及在校绩点等等成绩，温冉都与他不相伯仲。而且呢，杜院长也认为温冉更具有科研的潜力。杜院长。云峥，苏维安的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你凭什么滥用职权不予录取？这个人能把医院搞得不得安宁于心吗？他当初为了争署名权，能撕破脸，闹出那种丑闻。我绝不允许这种工欲心计的人在华人的实验室里兴风作浪。没有调查，是没有发言权的。明明被抢署名的人是他，被迫脏水的人也是他。苏维安到底做错了什么？他在医学上有天赋、有能力，更有热爱。我实验室就是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是实验室需要他，还是你需要他呀？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吗？公私不分，随便找个护士带回家做老婆。哎，老杜，云峥，你再怎么生气着急，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我当初是辞了职才跟你爸爸结婚的。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的长辈，怎么能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顾云峥，你不用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你不就是为他来向我求情吗？求情得有个求情的样子。就你这个态度，休想让我改变主意。我不是在提谁求情，只是竞争本来就应该是公平的。我实验室聘请的研究助理，必须是靠实力获得，而不是迫于什么舆论，或者是通了谁的门路。请您看一看，已经有超过90%的人同意公开家事。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到苏维安和我的名誉，更加关乎到华人的声誉。如果您想公平公正，那就正大光明，再比一次。郭云峥，论坛上的帖子我看到了，说的有多难听，你知道吗？你是怎么保护他的？你凭什么怪到我身上？这件事情很明显，始作俑者就是温冉。你们俩的破事儿，为什么每次都要殃及到维安身上？我不知道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得他宁愿在你这里做一个小助理，也不愿意在我这里当一个负责人。如果你再让他平白无故的蒙羞，我对你不客气。原来杜总拿劫灰实验室负责人诱惑过维安。谢谢你的提醒。如果你不说，我还不知道维安他原来这么热爱医学，热爱科研。
顾云峥，不要利用维安对你的感情，再让他受半点伤害，咱俩没完。我跟维安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管。你看好自己的前女友，让她离苏维安远一点，否则我不会善罢甘休。这是什么？家事通知，是不是你的帖子起作用了？对呀。谢谢我的顾老师。苏维安同学，那我们这次就在所有人面前拿出你的真本事，让我们正大光明地赢下这一局。必须的。又跟大学时候一样，你又帮我进了一次课程。加油啊！各位老师、评委们，在加试之前，我想先说几句话。我经历了笔试和面试2轮考试，获得了这个研究助理的岗位，整个过程公正、透明。我不知道再加试一场的必要性在哪儿。如果这次加试仍然是我胜出，是否可以到此为止？不要为了给个别人开后门，浪费学校的公共资源。这次的加试啊，就是最后一次考试，录用结果我们会当众公布的。好的，主任。既然都考了2轮了，你们就简明扼要的说一说，你们认为作为科研助理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好的，我认为做科研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不能半途而废，不能碰到一点问题就逃避。我经历了8年不间断的寒窗苦读，获得了华人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校期间，我获得了科学杯1等奖等诸多奖项，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深知，成绩是过往，也是累积，只会更加坚定我对科研的热爱和追求。苏维安，该你了。好，我认为，作为一个科研助理，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做好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推论、每一个实验，都应该是严谨的，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弄虚作假。苏维安，你这么看重数据和实验，那你有发表过什么科研成果吗？而且你中途退了学，你真的了解学术研究意味着什么吗？我了解。在校期间，我完成过一篇专业论文。只是完成吗？完成和发表可不是一个概念啊。我的论文曾被人发表在影响因子大于6的杂志上，我想我的论文质量应该不错。那怎么你这个文章的内容和温冉获得科学杯1等奖的论文一模一样呢？你们是共同发表的吗？那为什么不共同署名呢？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主办方在接收到我的举报信之后，第一时间撤销了1等奖的奖项。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被撤销的1等奖会出现在温同学的简历里面？各位老师，这个科学杯1等奖虽然被苏维安同学恶意举报，主办单位也只是暂时收回了奖杯，获奖证书还在我手上。后来我们向主办单位提供了详细的证明材料，导师确实是根据工作量和贡献量来决定的。这个第一署名并不是我抢他的。你我都清楚，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带走实验日志，
所以你断定我拿不出证据来。但是老师们都知道，科研是环环相扣的严谨，做不得一点假。那篇论文中使用的是荧光染色法。温同学，作为这篇论文最大贡献者，你应该很清楚实验的方法和步骤吧？是。我想也是，因为你在另一篇论文中采用了一模一样的荧光染色法。我想请问，在试验当中，你用的依抗是哪家公司的？时间这么久，事迹这么多，怎么可能一一记得？不记得。文章中明明写的是 Meka 公司。那就是吧。有什么问题吗？那你可以告诉在座的各位老师们，在试验当中，你是用什么方法避免假阳性的呢？这个在我论文里面的实验报告当中有具体方法和详细材料。在我举报的那篇论文里面，试验采用的受体蛋白依抗是2014年3月从美国发出的。抗体公司在这批次中做了特殊标注，增加封闭时间，减少依抗孵育时间，而且要加用试剂冲洗，避免假阳性。这一批次之后，试剂就做了改进。但是温同学，他在新一篇的论文当中采用了一模一样的方法，他跟他的审稿老师都没有发现，用他的实验方法根本得不出实验结果。温同学，新论文是你自己撤，还是等待再次举报？我可能记错了，我用的那个试剂可能就是2014年3月那批。两篇论文相差3年，怎么可能用一批试剂呢？第一篇论文实验刚刚结束的时候，因为试剂消耗过大，贺晓光老师还叫我去申请加购新试剂，这都是有记录的。院长，那个，我可能是用了科里其他老师没有用完的试剂。老师，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家事没必要继续了，到此为止吧。人事部马上出一个方案，彻查近5年来各科室发表的论文，凡涉及学术造假，绝不宽容。王主任啊，尤其是贺晓光和温冉署名发表的那2篇论文，一定要彻查。科学研究容不得任何造假，我们华人也不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杜院长，那今天的评分和结果是什么呢？宣布一下，从今天起，神经外科立即开展全科整顿，严查学术不端行为。胡云正医生，你来负责科里论文的审查工作，任何瑕疵都不能放过，啊？好。小老板，谁赢了？谁赢了？小老板？苏伟安赢了啊！耶！我就知道他会赢。来吃饭了。怎么样？这个可是我上学的时候做实验专用造型，像不像医生？你就是医生。来，拍张照。
3、2、1，好，看，来了。像是那么回事吧？维安，这次你跟温冉 PK 赢了，但是不代表那些流言蜚语就会消失。你真的做好准备要跟我一起工作了吗？当然了，我可是堂堂正正进的华人，不会给你丢人的。光不丢人可不行，我的要求是很高的。哎呀，我知道，以前被你怎么折磨的，我还历历在目呢。我说真的，我们这次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动脉瘤和 HTQ39有关的直接证据，否则就有可能会有新的不良事件发生。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量和之前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要有心理准备哦。香吧？我好像闻到了狐狸的味道。我后悔搬过来了，简直是羊入虎口，给了你这个奴隶主奴役我24小时的机会。怎么舍得呢？顾老师随时化身咖啡师、按摩师、清除师，24小时竭诚为苏吐水服务。你身份倒是蛮多的嘛，还差一个苏家准女婿的身份。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兰姐啊？得寸进尺。时间不早了，我坐地铁，你开车，一会儿医院见。哎，不是维安，你就不吃了吗？我去医院吃饭吃，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我辛辛苦苦做的。不住在一起了，也不能一起去上班，委屈。好啊，苏维安，你为了报复我和贺老师，就在这么多人面前当众抹黑我。陈述事实而已，怎么是抹黑了？上次我跟你视频的时候，你早知道抗体有问题，你怎么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在家事的时候说？温冉，以前我把你当朋友，你问什么我说什么，你求什么我帮什么。但是从你在贺老师那儿颠倒是非以后，你就不是我朋友了。你别以为你有多厉害。是，实验是你做的，论文也是你写的。可是如果没有爸爸后期的润色，你以为你那些内容能上6分的杂志？原来那篇论文的后期修改出自温教授啊。确实，以你的个人能力，改不了那篇论文。当初你求着我，把你姑姑弄进 HTQ39临床实验，我也做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确实应该感谢你帮我问你爸爸，但是我打听过了，我姑姑是严格按照隐蔽分组规则的，这也能是你邀功的理由吗？当初是你自己求着要进我爸爸的试药，后来也进了，现在出问题了，你就要搞事情。我早该看出来你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温冉，科学研究跟个人恩怨无关，不要总是混为一谈。知道就好。所以你再怎么讨厌我，不要干涉我父亲的药物。如果你敢糟蹋别人的心血，我跟你没完。杨亚怡，你干嘛污蔑小冉啊？学生会主席，你们公平竞争就是了。北岸，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管不了。我亲眼看到温然把一块手表送给上一届主席，候选人之间的评分很接近。你应该知道他那一票很关键的。杨雅怡，你误会我了。学长刚好打球，把手表落在了球场，我捡到了还给他而已。你捡到的是带有圆盒的全新手表吗？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休想抵赖。你有证据吗？苏维安，温然在撒谎，我没有骗你。骗不骗你要拿出证据来啊！下次别乱说。早晚有天你会知道，你为什么样的人出头。贺晓光被谈话，温冉撤销博士学位。
天哪！他俩是被开了吗？亲爱的苏同学，第1天上班别忘了打卡考勤哦。你什么意思？我问你话呢，你就是利用温冉和苏渊的矛盾，故意给我泼脏水，对吧？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贺医生是不是记性不太好？究竟是谁为了巴结讨好权威，抢了自己学生的学术成果做嫁衣，污染了华人的学术环境啊？行了吧你？你就是院长和王主任希望看到我们两虎相争吗？两虎相争。两虎相争的前提是两只都是虎，像贺医生这种抢了自己学生论文的人，只是学术蛀虫罢了。你就是挟私报，你都是为了他。苏帆是什么人啊？那就是个疯子，他敢在室内年会和文教授打赌，文教授什么水平，他什么水平，那是一个 level 吗？哎，我还真心劝你啊，不要拿你的名誉给他背书。那如果他证明我离开华人，你除了要离开华人，你还要当众承认你当年对他做的事情，向他道歉。如果苏帆不能证明这第639确实能引发动脉瘤，你和他一起离开华人，敢吗？一言为定。说到做到，1个月期限。你们看到招贴栏没有？这次院里彻查学术不端，真给了贺晓光和温冉严厉处罚。贺老师有这黑历史，以后呀，估计身迟无望了。温冉也被取消博士答辩资格了，变成本科生了。这苏冉可真厉害啊！完美诠释什么叫做女子报仇3天不晚。人家现在可是过了。苏维安，你过来。怎么啦，顾老师？亨廷顿多巴胺能系统的治疗药物主要分几类，作用机制是什么2大类，针对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主要作用机制包括抑制 VMAT 和直接阻滞多巴胺受体。目前在研的药物当中，近2年来进入到临床3期的药物有几种？3种，分别是 NRT057、HYD902，还有 HDQ39。但是前2个药物在瓶颈期已经停滞1年多了。瓶颈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复杂。这2个药物在3期临床结果的论文里有过一些分析，还有亚组分析也出现了显著性的差异。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药物的作用可能是长程的，观察时间不够长。那些药厂为自己留后路的话，就可以不用再说了。你自己的分析是什么？样本量毕竟大了几倍，有可能是结果遭到了稀释。你是说3期的结果不准？不是，我是说2期结果可能存在偏移。哪里的偏移？2期临床的结果当中，入组患者的病程用什么来表示？中位数。3期临床中，入组标准的依据是什么？这个是补充材料里的内容，我只看了正文。8个小时，10篇文章，平均每篇文章40分钟，你都看了些什么？不管是正文还是补充材料，这些内容对于评价一个研究都是非常有用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为什么答不出来？对不起，顾老师，今天真的误补上。顾老师，知道您一向要求严格，可是苏同学毕竟连研究生都没读完，第一天上班就给人家布置这么多任务，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他跟其他人来比，做成这样确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自己的实力远远不止如此，做成这样根本没有宽恕的余地。苏维安，如果你拿不出实力，就永远只能被人诟病靠关系。好的，顾老师，今天下班之前我会精读一遍，包括补充资料。我排了老长队才买到的。老板，你学过变脸呐？一下班判若两人。什么老板？你才是老板。我怎么敢呢？老板布置工作的时候颐指气使，吓得我现在还在瑟瑟发抖。哪个老板那么作妖？我帮你收拾他。我还以为今天当众那么说你，你真生气了呢。我有那么不识趣吗？我知道你是在帮我，而且确实是家事引起的论文整顿，大家难免对我有怨气。不过呢，你对我越严厉，大家就会越同情我。是，也不是。什么意思啊？你刚才是真的想训我？回家说。先吃，吃完再说。先说，说了再吃。维安，我为什么要让你看那些文章？了解所有的研究进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求证 HDQ39的问题跟动脉瘤的关系。没错，你想过没有？为什么研究机制相似的同类药物总是在3期临床的时候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比起论文里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述，我们难道不应该了解他们真正在做什么吗？你难道不应该全面掌握补充材料吗？应该。是我考虑的太少。那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我们2个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10篇论文过一遍，在论文当中找到突破口，来设计实验。这么痛，就不应该跟老师谈恋爱，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复习资料，还有考不完的试。怎么？怕了？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你说，别的情侣也跟我们一样，整天没日没夜的搞事业吗？你不想搞事业，难道想搞点其他的？吃吧。沉迷学习，无法自拔。吃吧。来，西兰花。文文，你回来啦？哦，老温，喝口水。小冉，你为什么没跟我们打招呼，就如职结婚了？啊，我不想搞临床，我想搞科研。云城呢，正好有个空缺，结辉又是大公司。哎，小冉，我不是听你之前说你要应聘华人实验室的研究助理吗？哎，是啊，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华人的待遇不如结辉好。你是不想干了，还是不能干了？
你入职协会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搞得很清楚了，你知道吗？你女儿是被华人开除的。小冉，你爸爸说的是真的吗？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吧？是那个苏维安，他一定要跟我争那个研究助理的位置，他就是想证明你的 HQ39有问题，他不怀好意。小冉，你怎么还在撒谎啊？当年那篇影响因子6分的论文，苏维安才是一作，是你抢了他的署名才被举报的。你说说，你还想瞒我和你妈多少事情啊？老文，消消气儿，别不好好说啊。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小冉不管是在华人还是在杰辉，她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行了嘛。你就别再护着她了，行吗？我真没想到，我温玉良的女儿竟然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行了，以后不许你再到检会去上班，更不许跟那个杜云成再有什么来往啊！为什么？关杜云成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你杨叔知道吗？他现在的行为举止非常的反常，我充分怀疑他被杰辉贿赂了。所以我认为杜云成接近你，他的目的并不单纯。当初是我追求师兄的，分手之后也是我求着跟他复合的。你的研究出问题，拿我出什么气啊？你恋爱上头了吗？妈，那怎么这样呀？小冉，你别怪你爸脾气不好，这件事啊，你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不省心。云晨才跟我刚和好。怎么样了？怎么全都是阴性啊？动脉瘤的发生率本来就低，再加上我们第一批实验鼠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才是第一批实验鼠，我们还有第二批。现在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本量不够大，说不定第二批实验鼠能有一个阳性呢。我仔细想了一下，虽然我现在仍然坚信我们最初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
改变一下条件，让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变成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这样我们就不是在碰运气了。大概？你是说？你姑姑是不是有高血压？是。我明白了，我们要在转基因模型鼠上造出高血压模型。或许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对 HD-39更为敏感。聪明。忙着呢。忙你的，没事。我在网上刷到一个鸡汤，挺有意思啊。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陪着你演戏。哎呀，可惜呀。你说这个亨廷顿这个转基因的模型鼠一直这么贵，你这么搞下去的话，那太浪费了。老师，您现在申请不了科研基金，就算实验鼠不贵，您也买不起。别老觉得就你们最聪明，人家那药厂的前期实验不是白做的，总不至于你们是全世界医疗界最懂的吧？所以不要以卵击石，这何必跟人温教授这个心要过不去呢？再说你们这科研能力和人家也不是一个水平啊。您的科研能力跟顾老师也不是一个水平，您凭什么评价？我说你这小姑娘说话怎么尖酸刻薄的？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你们的进度。我们的进度跟你有关系吗？你不用工作，在实验室里闲逛。你还不知道啊？怎么了？谁惹我女朋友生气了？实验室的人欺负你了？怎么可能？实验室的工作量这么大，根本没人注意到我在。那是怎么了？你会觉得实验进度有点慢吗？慢。我们同时在进行细胞模型、动物模型的实验，相互对照验证，已经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了效率和实验设计的严谨性，已经很快了。是，我本来也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只有1个月的期限，万一我们输了怎么办？怎么总是提输啊？你是对我没有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苏维安，你要记住，工作上我们是一个团队，生活中我们同样是一个整体。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做才能一起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呢？六感细胞全被污染了。马上就要到培养时间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污染？我明明每天都打扫实验室，这是什么问题？六感细胞全被污染了。你先不要着急啊，先把污染的细胞全都清理干净，所有的培养容器都清洗消毒。那可不行，必须马上解决。再拖延下去，被污染的细胞只会更多。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精准地找到污染源，那我只能里里外外再打扫一遍了。一会儿你先回去，我弄好再回家。必须要马上找到污染源。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喂，都12点了，你还不回来？你怎么咳嗽了？怎么咳这么厉害啊？我看看，发烧了，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应该就是着凉了吧？退烧药在哪儿？我去拿过来。维安，你别走，你就在这陪我一会儿吧。不行，发烧得退烧，我去买药。太晚了，一个人出去不安全。我可是一个人闯荡过拉卡亚的人，放心吧。你还好意思说？你在拉卡亚肚子还破了一个洞。好了，好好休息，别说话了。冰箱里只有这个了，你委屈一下。舒服多了。那就好，快睡吧，睡一觉，明天早上就好了。维安，你不在我身边，我睡不着。都什么时候了，还撒娇呢？看我都烧成什么样了，你还不陪着我？少来这一套啊！我一会儿还得去修改实验设计呢。你快睡觉。睡得好吗？8点了，只想睡2个小时的。你知道你睡觉打呼吗？哎，我怎么上床的？我怎么知道？如果不是你自己跑上来的，难道是我一个病人把你抱上来的？退烧了没？怎么还没退烧啊？我去买药，或者你跟我去医院。没事，没事，维安，你快去上班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可以吗？嗯。我知道我的学历不够高，经验也不丰富，但是基本操作我还是可以完成的。现在我要清理实验室，如果你们放心，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实验器皿交给我一块清洗。如果不放心，可以在一旁观看。那我就开始了。要不要我帮你啊？当然好了，谢谢。
会又给自己加班了吧？还说我是古巴皮，哪有你这么自觉的卷心菜啊？自己卷自己，卷得这么起劲儿。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李安，你怎么来了？退烧了吗？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门锁了，反正也出不去。与其干坐着，还不如找点事情做呢。你看他退烧了没？我退烧了。哎，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去啊！走。维安，走吧。准备放手了。还好吗？走吧。走吧。小苏早啊。你看，动脉瘤的阳性率达到4%了。这么高？对啊，我们的视角是正确的。HDQ39对高血压患者的副作用更大，更容易引发动脉瘤。这样，我马上就去对鼠脑进行取材，完成切片染色。不用滚出华人了。哇，贺医生被匿名举报了，医院发红头文件要开除他，收受医药公司回扣，还有频繁对已无手术指征的病人施以数10万的高额治疗，给这些病人用大量高额化疗药，还把打开的药物随意丢弃，真的假的呀？这也太劲爆了吧！刺激。这阵势，我感觉要出大事啊！顾云正，今天我要不揍你！干什么？没事吧？在这嚷嚷什么呀，贺晓光？你举报我，材料准备的够详细，你处心积虑呢，我是不是？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的自省，自己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违背医德的事。你少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你自己好好看一看，你输了，向苏北安道歉。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们俩联合起来在背后搞鬼是吧？跟我玩狼狈为奸是不是？行，咱们走着瞧。等着。小疯子，你跟我来一下。古云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贺晓光被匿名举报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害人家这2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什么闪失。我告诉你就不会有闪失了。我不说，是因为贺晓光离不离开华人跟咱们的实验都没有关系。那这个呢？这个疫苗接种单怎么回事？刚刚好是你发热的那一天。维安，我刚刚站了2台大手术，现在又累又饿，你待会儿陪我吃个饭呗。我2个小时之后还要站1台大手术。 2个小时后的手术是方明凡主刀，
你只是个跟台指导，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我知道。你赶紧给我说清楚，为什么突然去打疫苗？前一阵子医院不是疫情吗？我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当然是要先保护好自己了，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患者。但是霍乱疫苗有必要打吗？我觉得有必要。万一哪天我去援外了呢？万一当地是霍乱高发区呢？我这是积极预防。我看你就是为了发烧故意去打的疫苗。什么叫做故意啊？积极参与疫苗接种，这是每一个医护人员的义务和使命。我看这是你丧心病狂。那你说我是为了谁？啊？要不是你每天24个小时待在实验室，不回家、不吃饭、不睡觉，我要是再不发个烧，谁知道你哪天能回家？谁知道你哪天能睡满6个小时？闹钟也是你关的对吧？我就说那天闹钟明明定了，为什么不响？我只是找了一个自己比较空闲的时间。我哪知道那个疫苗对我反应那么大？这只能说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不希望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边。好了，实验结果不都出来了吗？咱们应该开心才对。那咱们要约法三章，以后你有事不许瞒我。我不想因为任何事情吵架。这2天明明很想你，但都没有时间给你发消息。那以后咱们回到家就像现在这样抱一抱，开启情侣模式。嗯？那这样吧。在医院干嘛呢？好了，既然你提了一条，那我也得提一条。以后，不管实验室再忙，你1日3餐必须按时吃饭。我可不能随时都看着你，以后1日3餐你都必须发微信给我，这也算是考勤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还没有评上教授的男朋友，请大家多多关照。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研究生毕不了业的女朋友，大家不用关照。在一起。